来这边为了要提醒我们修行嘛哈，因为这边是修行的地方，最少在我们心中，这里是我们的修行的圣地。那我们来这边为了要享受欣赏这种大家同一体的那个气氛，而且还提醒自己找那边的智慧啊，找自己的佛性，找里面的无上师，自己本人的哈。实际是额外的事情哈，不是来这边为了玩那么多哈。所以你看，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初一十五就要念戒律，每一个月念2次，因为怎么样呢？怕忘了。我们现在不用念，我们开录音带，他就念给我们了，省很多麻烦。我们开车的时候、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这种戒律，因为那个业障是从意念生出来的。然后如果我们听它，然后做下去的话，那个业障更多。而是我们讲出来，就变成身口意都犯戒的。我们身口意干净哈，每天就检讨自己哈。那我们自己里面呢要出来啊，我们那种很快乐的、很活泼的、很多颜色的那种精神呢要出来啊。在我们画的时候，在我们做事的时候，都把那个生活啊、把生命力啊、把那个快乐带到这个世界来啊，不是copy那个已经很黑暗这个世界啊。我们把这边变小天堂也可以，我们不能改变整个世界，最少我们改变我们家，我们整理干净，完了我们家能活泼快乐出来，从里面快乐，然后外面也装潢快乐，像彩虹园等等给小孩玩，看快乐，他们心就不会闷了，就不会想念天堂啊。他们太想念天堂的时候会吵你们父母，因为他们这边找不到任何东西给他们快乐啊，所以才吵父母啊，才皮啊，才讲不听话啊，因为他已经不在意了，无所谓了。听话也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你们父母要给小孩概念啊，要活泼起来，要给他们很多那种类似天堂那种境界，他们就安心了啊。像你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又不是家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又丢你在一个黑暗的那个山洞里面，当然你更懊恼啊，更不在意啊，然后心情不好啊，碰到谁就想吵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对待我们小朋友跟贵科刚来我们的世界一样，他什么还都不懂，什么都缺，所以我们尽量什么都给他们，给他们觉得还好了，来这边还好了，滚了100年了。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照顾小孩了哈？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我才爱，那个旧的来了已经熟悉了，这要照顾那些比较新来的人，那个是普通的事情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些刚生出来的婴儿的，而且他刚来这个世界嘛，他是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啊，要安慰他，我们要本分，要照顾他，要接引他，要给他知道他很受欢迎，很受爱戴，这样子他妈妈他鼓励他走这条路啊，跟我们一起走啊。任何都是我们的小孩子，他有就是像我有一样，就跟小孩这样讲才对。上次我们有一个小孩，他开悟了啊，本来他很爱坐师父的车嘛，所以因为他做不到啊，所以每天回来很用功打坐啊，然后乖的变很乖很听话，做很多功课，还有替父母做那个家事，突然就变很乖，所以就突然间就在学校就上级了。本来他没怎么样，在学校不怎么样，突然间现在很乖很用功，就变成这个学校第一流了。所以刚好也选到我们这边，上次那个最乖最好最聪明最听话的小孩啊。那一天本来他可以坐车的啦，结果他开悟了，想通了，他说他不应该那么贪心啊。你看师父给小孩坐车，为了鼓励他们多好啦！不然我们一天到晚追在后面的东西，要求这个要求那个，不一定对我们好处啊。我们应该自己贡献出来，而不是每事都要东西，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正确的概念。所以要教训你们的小孩子，从小就有那种贡献的、忍耐的，还有让别人的那个互相共享的那种精神。那我们现在讲一个小小的给小孩子听的故事啊。
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，他常常前世都做很多事情啊。这其中一世，他生出来一个鹦鹉啊，你们知道鹦鹉吗？常常如果有人叫他，他会讲话。有一次，释迦牟尼佛他前身呢哈，生出来像一个小小的鹦鹉啊。他这个鹦鹉哈，活在一个小小山林里面非常快乐、高兴、无忧无虑的。每天没事干啊，除了打坐2个半小时以外他就飞来飞去，在云上啊，在云中啊，或是在从一棵树跑到另外一棵树去，这样子唱歌跳舞。每一个动物啊，在那个林里面啊，好喜欢它。所以他去哪里都看到朋友。这都不是陌生的人所以他还走来走去啊，每一次都看到人，一直打招呼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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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那个释迦牟尼佛前身当那个什么鹦鹉的时候，就很高兴快乐然后他很高兴当那个鹦鹉，因为他认为上帝给他这个能力可以飞他已经很幸运了，所以非常高兴。